一柄上古仙尊用过的仙剑，却被乞丐随意摆在地摊上贱卖。我花半枚灵石买下这把剑，乞丐还偷着乐，觉得我是大怨种。毕竟这把剑已经锈得跟门栓似的，扔在路上都没人捡。可他不知道，我绑了修复系统，这系统每天只能修复一次，而且修复需要消耗灵运值，一种只有我这种灵值师才能从草木中提取的特殊能量。不管是破铜烂铁、残法烂绝，还是快死的灵值，只要灵运值够，我都能给他修好。只是现在的我穷得连灵田租金都交不起。咬咬牙，我把攒了好久的5点灵运值砸在了一本烂得掉渣的甘霖树上。入夜，我刚到家门口，木门就被砸得震山响。小子，死了没？没死就给我滚出来！门被一脚踹开，雨水混着逆腥味扑了满脸。来人叫赵虎，是巨灵方出了名的泼皮，仗着炼气中期的修为横行霸道。虎爷，失礼，刚才睡迷糊了，没听到动静。我脸上适时挤出一点害怕的表情，他脸色一沉，少废话！上个月的租金，今天要是再不交，就给我卷铺盖滚蛋！我赶紧摸出2枚灵石递过去。有钱，这是上个月的租金。他数了数，脸色还是不太好看。刚才那是租金，这点是孝敬您的。我又塞了1枚过去，灵石到手，他的脸色总算好了点。算你小子懂事，好好干，年底给你宽限几天。说完，他大摇大摆地往隔壁走去。隔壁住着个狐妹子，叫苏妹。没一会儿，那边就传来些不三不四的动静，狗男女。我在心里骂了一句：等我修出真本事，第一个就拿你们开刀。夜深人静，我把那本破书摊开，系统面板上浮现出一行字：当日剩余灵运值8点，可修复法术残次甘霖树5点，是否修复？我毫不犹豫地确认。系统面板上那些破碎的文字像拼图一样重新组合，逐渐拼成一套完整的行宫图。几分钟后，脑海里炸开了一套完整的行宫图。甘霖树已修复，等阶下品木系介绍：牵引天地雨水，复苏万物。成了！我压住心底的激动，立刻开始修炼。5天后，我站到灵田前，双手结印，几道白光冲上天际，片刻间乌云翻涌，细雨落下，雨水精准地落在每一株灵植上。我衣衫干爽，脚下的灵草却拼命地生长。看着田里那些已经快成熟的青源草，至少能值8枚灵石，我眼里直冒火。这回发财了！接下来半个月，我发了疯一样种田，3亩灵田的产量翻了几番，连闲置已久的仓库都被堆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先把货出了，再去买几门杀伐法术防身。刚进灵宝阁，老熟人刘掌柜就迎了上来。陈哥来了，今天想看点什么？刘掌柜，我想出点灵值。他脚步一顿，瞪大了眼。等等，你是说要出售灵值，不是买？对，最近产量上来了。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收灵值要批量，至少20株。不够的话，这些够吗？我甩出100多株青源草，够了。他眼里的惊讶藏都藏不住。最后到手30多枚灵石，我分几家店把剩下的200多株也出了，全部换成灵石。转身就买了本烂的不成样子的庚金剑诀，还有一件破法器。回到家，我关紧门窗，换出面板。当日剩余灵运值16点，可修复残次庚金剑诀9点，龟纹盾牌18点。盾牌要18点，比甘霖树贵了3倍，这绝对是个好东西。但我现在最缺的是杀招。修复剑诀，面板上破碎的剑诀文字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重新拼合在一起。庚金剑诀已修复，等阶中品精细介绍：释放灵力剑气10丈外可隔空杀敌。成了！还没来得及高兴，门外突然响起一个娇媚的声音：“陈哥在家吗？”我心头一跳，开门一看，是苏妹。她穿着青裙，眼神里像带了钩子。苏道友，有什么事吗？陈哥，你田里那些灵植长得真好，能不能便宜卖我一点？她语气轻佻，身子还往前凑了凑。我知道她和赵虎那点事，懒得跟她多纠缠。送你6株，拿着吧。陈哥，我听说你今天在房市卖了好几百株灵植呢，你可真是天才。她笑得意味深长。你跟踪我？我的语气冷了下来。哪能叫跟踪呢？她舔了舔嘴唇，又凑近了些。我就是爱慕你，想服侍你。修仙这么苦，何必一个人扛着？热气扑在脸上。今天忙，改天再说吧。我塞了6株青源草给他，直接送客。他撅着嘴，走的时候还回头舔了下唇，这才扭着腰离开。可出了门，到了岔路口，他的脚步却停了。左边是去赵虎宅子的路，右边是回自己家的路。他皱了皱眉，低声自语：一个资质平平的灵植师，半个月就能种出几百株灵植，他肯定藏着天大的机缘。他平日里待我不错，还白送我灵草，可这世道活下去才是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脚尖一转，朝赵虎家走去。可他不知道，我在院门口早就布下了一个预警阵法，这是我前几天从一本破烂阵书里修复出来的小玩意儿。就在他靠近阵法的瞬间，我手中的玉符微微一震，我无声地叹了口气。他已经做出了选择。片刻后，我换上黑衣，悄然跟了上去。当苏妹走到一处僻静巷口时，一道庚金剑气从黑暗中爆射而出，直穿他的脖颈。他惨叫一声，栽倒在地。我从阴影里走出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尸体，确认四下无人后，低头翻出他的储物袋。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可惜他选错了。回到屋里，我试着打开储物袋，灵力一探，袋口松动，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到了一桌，40多枚灵石堆成了一座小山，5张下品灵符整齐地码着，还有1张中品灵符，光这一张就够我种1年田的了。可最让我心跳加速的是一柄8掌长的玉质小剑，剑锋冰凉，寒光刺眼，这绝对是一柄真正的法器飞剑，只有炼气后期的大能才用得起。我握住剑柄，手指都在发抖，可笑容没持续多久就僵在了脸上。我杀了苏妹，虽然没留下证据，可万一赵虎怀疑到我头上怎么办？他可是炼气6层的修为，手里还有一件中品法器百兽塔，就凭我这刚修好的剑诀，我狠狠攥紧了拳头。看来只能把灵运值用到极致了。今天聚灵方赶集，或许能捡个漏，运气好的话，甚至能弄到残本的御剑术。有了御剑术，就能驾驭这柄
飞剑，我猛地起身，朝方氏主干道狂奔而去。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灵符、灵米、灵骨，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一路扫过去，最后停在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头摊前，摊上摆着几本被撕烂的秘籍。小友看上哪本了？老头眼里突然亮了一下。这是什么？我指着那本烂得不成样的书问道。易容术，烂是烂了点，但也算是少见的法术。一枚灵石拿走。易容术，我心跳加速，有了它就能改头换面，安全出手灵职了。但我脸上没露半点，转身就走。一枚灵石，你怎么不去抢？小友且慢，老头急了，一把拽住我，便宜点给你。一枚碎灵石，连带着旁边那本破烂御剑术也给我，不二价。我作势要走，卖，老夫看你有眼缘，拿走。我扔下一枚碎灵石，抄起2本书就走，一路狂奔回住处。昏暗的屋子里，我翻开2本破烂，换出面板。当日剩余灵运值7点，可修复残次御剑术21点，残次易容术6点。先修易容术。面板一闪，那些破碎的文字再次像拼图一样重新拼合。易容术已修复，等阶下品水系介绍：以血为容，改头换面，扰乱气息。连气息都能改，太好了！以后去卖灵职，连刘掌柜也认不出我了。还没来得及高兴，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我心头一紧，冷汗瞬间冒了出来。陈哥，是我王赖子，快开门！不是赵虎，我松了口气，但脸色更沉了。这家伙是个赌狗，不是借灵石就是蹭吃蹭喝。我拉开门，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他衣衫不整，头发油得发亮。我可告诉你，我刚交完租，1块灵石都没有，你还欠我3块呢。陈哥，求你了！他嘴唇发白，眼睛里全是血丝。我快饿死了，借我3块灵石吧！浑身哆嗦，一看就是生鲜丹吃多了。没钱，有事请回。我把他推出去，砰地关上了门。门外，王赖子破口大骂：沉默！你不是东西！我要找麻哥评理！麻哥、李麻子、灵米铺那群烂人，没一个干净的。我揉了揉眉心，必须尽快离开这个烂摊子。一晃大半个月过去了，离交租只剩10天。靠甘霖树种出的青源草堆满了3间仓库。这天我换上黑衣，戴上斗笠，催动易容术，气息面貌全变了。走进灵宝阁，一甩手，1000株青源草码在了柜台上。客官，这些全都要出手。刘掌柜眼睛都亮了，我点了点头。300多枚灵石哗啦啦落进了袋里，终于可以搬离这破地方了。离开时，果然有人尾随。我拐进小巷，再次催动易容术，原地消失。回到住处，我拿出那本破旧的御剑术，换出面板。当日剩余灵运值21点，我手指微颤，终于攒够了。御剑术已修复，等阶上品精细介绍：神念御剑，隔空控物。面板上破碎的剑诀文字重新拼合成一套完整的功法图。太好了，我总算是能够修炼御剑术，拥有真正的杀法底牌了。庚金剑诀最多只能10丈内隔空杀敌，和御剑术根本没法比。我恨不得狂笑3声，但很快冷静下来。在这巨灵方，得意忘形就是找死。我取出另一个宝物，那件破损的龟纹盾牌。可修复龟纹盾牌，需灵运值8点，暂时还不够，但一旦修复，我的战力将全面提升。攻有飞剑，手有盾牌，就算赵虎找上门来，我也有一战之力。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交租前的最后几天。这天，我远远就见到自家棚子的大门敞开着，里面晃动着几个熟悉的身影。我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大步踏入，我怒吼道：王赖子，你好大的胆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竟然带着人闯进我家！王赖子萎靡地躺在木床上，旁边坐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正是灵米铺的李麻子。陈哥回来了。李麻子笑嘻嘻地凑过来，王赖子也跟着凑上来，满脸堆笑。陈哥，这次可一定要借我点灵石。我冷声问道：李麻子，你来干什么？王赖子输了灵石，说你手头宽裕，我就来借点。李麻子笑得油滑，眼神在我屋里乱瞟。我冷笑一声：我灵草还没收割，你们帮我收割。卖了灵石便可以借你们一些。当真？李麻子一愣，随即满脸喜色。王赖子也连声催促，生怕我反悔。我不再多言，领着他们来到灵田。100多株青源草长势喜人，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最少能换30枚灵石。陈哥，你这回可是发了！王赖子眼珠都要瞪出来。我也不多要，借我25枚，明天就还。李麻子眼神闪烁，显然打着更多灵石的主意，但他忽然顿住脚步，目光死死盯着我腰间，那里别着一柄巴掌长的玉质小剑。陈哥，你这是什么飞剑？李麻子的声音有些发颤。你竟然学会了御剑术，这飞剑值不少灵石吧？我笑着点头，掐了个剑诀，飞剑嗡鸣一声，从腰间飞出，绕指飞舞，剑光如炼。不错吧？特地给你们看看。我嘴角挂着笑，眼神却冷了下来。李麻子脸色骤变，猛地转身想跑，我手指一指，想走，晚了。飞剑唰的一声刺出，剑光如虹。李麻子后脑中箭，一声没吭就扑倒在地。王赖子见状惊骇欲绝，双腿发软，想跑却迈不动步子。我操控飞剑一旋，从他眉心穿入，鲜血溅在青源草上，红得刺眼。我收回飞剑，擦拭干净，心中出奇的平静。我摸了摸两人的储物袋，王赖子的袋子里空空如也，这赌狗早输光了。可李麻子的袋子一打开，我的眼睛瞬间亮了，一只紫色丹炉，泛着温润的光泽，一块灰扑扑的木头，隐约能看出傀儡的形状，一根通体深红的木头，散发着淡淡的热气，100多枚灵石码的整整齐齐，还有一张一阶上品的隐身符。我激动的心跳加速，这些东西加起来，少说也值几百枚灵石。我连忙收割灵草，把两人的尸体拖到远处掩埋。回到屋内，我忽然警觉起来，李麻子的储物袋远超常人，难道他和灵米铺背后的掌柜有关系？看来我只能尽快赚更多灵石，才能在这巨灵方站稳脚跟。转眼到了第2天，我头戴斗笠，催动易容术，走进灵宝阁。客官，您看看想要些什么？刘掌柜热情地迎上来，他已经认出了我，那位出手1000株青源草的神秘客人。我在柜台前看了许久，目光停在一张泛黄的灵符上。这张灵符我要了。那是一张清心符的样符，虽然残缺，却记载着制符的心得笔记。我又添购了一些朱砂、伏笔等制符材料。刘掌柜迟疑了一下，客官确定
这符在市面上稀少的很，要1枚灵石。我点了点头，买了下来。走出灵宝阁，易容术正好过了时效，我的容貌恢复如初。我直奔方室里头的烟雨楼，牌匾高悬，金碧辉煌，这是无数散修梦寐以求的落脚处。柜台后坐着一位面纱遮面的妇人，正是女掌柜楚英。客官是要住房，她扫了我一眼，声音慵懒：“我要一间房，多少灵石3枚灵石1个月。”楚英眨了眨眼睛，见我目光一直盯着她看，顿时咯咯直笑，起身走来。小友，你在看什么呢？我咳了咳，一开目光，没什么。她面纱下隐约能看到一道疤痕，从颧骨延伸到下巴。我凝视之间，心里忽然生出一计。掌柜的，我看你脸上似有旧伤，不巧我曾得剑一法，可治此伤，当真？她闻言浑身一震，眼中闪过难以置信的光芒。这伤势跟随她多年，其实是一种毒，请了不少名医都束手无策。我回头去找那方子，先劳烦掌柜给我一间房。我点了点头，没有把话说死。奴家名叫楚英，她的语气温柔下来。小友要是不嫌弃，叫我一声姐姐也无妨，只要你真能治好奴家这张脸，奴家什么都愿意满足你。她掩嘴轻笑，眼神仿若丝线。误会了，我连忙摆手，我要是能找到那方子，可不敢提什么要求，还请楚掌柜姐姐给我带路。你还挺懂人情世故。楚英笑得花枝乱颤，放心，姐姐不会亏待你。走，随姐姐来吧。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女掌柜扭动的腰肢，深深咽了咽口水。我心里有着自己的打算，修仙凶险，可不仅仅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关键时候，这份人情可是能救命的。当然，如今我还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明确告诉她我一定能治好她的脸。她也不太相信一个炼气2层的散修有这本事，心里大概想着臭男人的话可不能信，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姑且信了，也好给自己留个念想。至此，我总算是摆脱了棚子，住进了方氏的烟雨楼。但我没有闲着，当即又出了门。在烟雨楼外，我见四下无人，身形一晃，再次催动易容术前往寻找丹方。我在李麻子的储物袋里得了一只丹炉，如果能再捡漏到一张丹方，炼丹的路就通了。说到底，我仍然还在聚灵坊，即便从外围棚子搬进了烟雨楼，还是会被赵虎找到。或许只有真正摆脱散修身份，有了背景，有了宗门，才能够心安。加入宗门可不简单，即使有了修复面板，也需要准备一段时间，炼丹、制服都有所精通，才有机会通过考核。我改头换面，压低斗笠，眼中满是对将来的渴望。如今的聚灵坊对我来说越来越危险，唯有不断往上爬，爬得足够高，足够远，才能睡得安稳觉。聚灵坊到了傍晚，主干道上人来人往，有乘着仙鹤飞来的，有骑着猛虎徒步的，穿着各异车水马龙。主干道两旁诸多阁楼，散修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我戴着斗笠，本就不易引人注意，奈何易容术过了时效，我转了几圈也没能找到丹方，容貌也恢复了。我看了看天色，快步往回走。烟雨楼大门前，我大步跨进，一转身，赫然与人迎面相碰。沉默，一声惊讶的呼喊传来，我眉头深皱，暗道不妙。我认出了这个声音，我装作没听到，继续往烟雨楼玄关里走，却还是被追了上来。怎么，陈哥如今发了财，不在外围棚子待着，住进了烟雨楼，就不认得故人了？是赵阳，赵阳，我有事，匆匆回来，没注意到你。我不情不愿的回头，挤出一抹笑容。此人面相姣好，手中捧着折扇，身穿一袭白衣，两鬓飘飘，一副富家公子模样。我心里却泛起了恶心。这位赵阳仗着长相姣好，抛下尊严，成了一名牛郎。方氏底层散修里这类人有很多，我甚至认识一对夫妇，丈夫拉皮条，妻子在方氏接客。遇到这般人，我一般敬而远之。我还有事，走了。我一刻也不想多待。陈哥，你还真是大忙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王赖子和李麻子已经死了，还有你原本的邻居苏妹，尸体也被找到了。他顿了顿，目光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你说此事与你有没有关系？我心头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赵阳继续说道，手中折扇一抖，哗然打开，扇面上赫然写着人情2字。殊不知我也是为了生存，修仙凶险，可不只是打打杀杀，更要懂人情世故，你说呢？我闻言心里狠狠一颤，他这是话里有话，他知道王赖子、苏妹的死，如今东窗事发，还将此事与我联想到一起，有意无意地敲打我，他这是想要以此要挟我。一念至此，我心里火大，更多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危机感。人情2字在我心头闪过，我不由得眯起眼睛，眼中杀机隐现。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小友，你可算回来了，来陪姐姐坐会儿。正是烟雨楼女掌柜楚英。不了，我先回去。我没有多说，当即离开。赵阳一愣，见我和楚英似乎关系不简单，顿时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开口，连忙转身出门。只是出门后，他眼珠子一转，却打起了主意。回到屋内，我关紧房门，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心里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赵阳知道我的底细，也知道我和王赖子他们的关系，恐怕已经猜到我下了杀手。他刚才说那些话，就是在敲打我。赵虎一定在找我，李麻子若是灵米铺掌柜的亲戚，那灵米铺恐怕也会找我。赵阳若是回去跟他们说起我在烟雨楼，后果不堪设想。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对，赵阳恐怕不会轻易告诉别人他在烟雨楼见过我。没错，他就是想打我主意，以此要挟我。既然如此，我还有时间，大不了真有人找来，我施展易容术逃离便是。女掌柜的伤势我也能修复，在此地还能取得她的人情，或许情况还没那么坏。我认真想了想，思路清晰，却也并非万全之策。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我需要丹方，我要炼丹。对了，我有清心符的样符，我能制符，还有那根灰扑扑的木头，应该就是傀儡木，我能学着炼制傀儡。这些都是赚大灵石的捷径，我还有机会，只是欠缺时间。诚然，我的修复面板每天只增加1点灵运值，急不得，但距离上次修复御剑术又过了一段时间，是时候可以再次修复了。我翻出清心符的样符，以及已经
经准备好的朱砂、伏笔等制服材料。深呼吸，稳住心神，我坐在桌子旁，手捧着残缺的符样，换出面板。当日剩余灵运值18点，当前可修复。破损的清新符样符需投入3点灵运值进行修复。我没有犹豫，直接开始修复。面板上那些残缺的符文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重新拼合成一张完整的符样。片刻后，文字显现：当日剩余灵运值15点，清新符样符已修复。等阶下品水系灵符。介绍：心如止水，神游灵运，气定神闲。清新符辅助修炼，能够事半功倍。修复好了，有了这张样符，我当即就能够制服，而且我画的灵符将没有失败率，哪怕制服失败，我也能够用修复面板修好，不会有材料亏损。我捧着修复完整的清新符样符，仿佛看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前路。我当即就用准备好的材料画了3张清新符，试试手感。片刻后，我愕然了，不愧是号称最赚钱的仙徒之一，果真很难。3张灵符全部以失败告终，制服炼丹都颇为烧钱，根本就是用灵石堆起来的经验，别无他法。不过没关系，我换出面板，尝试修复废弃的灵符，竟然只需要1点灵运值就能把废弃的灵符修好，而且品质颇高。我心中大定，先去售卖灵符，再去寻找丹方。我有些急切，一刻也不想耽误，当即起身推门而出。灵宝阁内，刘掌柜双手撑着金丝楠木的柜台，台上赫然摆着3张一阶下品清新符，他的神情颇为精彩。一抬眼，那道熟悉的斗笠黑衣身影已经收起灵石，走出了阁楼。不对，十分不对劲。刘掌柜低声自语，眉头紧锁。我记得卖给他的符样是残缺的，这清新符的画质手艺在这一带也近乎失传了，他是怎么画成的？他惊讶地拿起灵符，左看右看，心里翻涌着惊涛骇浪。正是我施展易容术，出手售卖了清新符。我拍了拍储物袋，袋中又多出来45枚灵石，心里颇为宽慰。灵符的成品也有质量之分，我用修复点数修复好的灵符，品质自然是顶级，因此一张卖15枚灵石，这才多久就赚了45枚灵石。种清源草10亩地，哪怕收成不错，一个周期也就100株，价值30枚灵石左右。制服果然收益更高，当然这也是对我而言，毕竟我没有炼制失败一说，材料零损耗。但这点收获对我当下的处境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易容术很快失效，我心里虽有紧迫感，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一家丹药铺子。抬眼一看，阁楼牌匾上的3个大字药王阁，让我心头一震，眼中流露出向往。只因为这是赫赫有名的6大宗门之一药王宗在巨灵坊的门面，宗门无论何时都是方士散修的向往之地。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大宗门的弟子。进去看看。我走进药王阁，装潢古色古香，一进门就闻到一股丹药的清香，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目光扫过货架，柜台上摆满了丹药丹方，我看得无比仔细。我愈发急切，愈发想要提升实力。灵符一道，除了赚钱，也是想要增强战力，以备不时之需。丹药一道亦是如此，这可是提升修为的好东西。赵虎是炼气中期，而我甚至都还只是炼气2层。倘若学会了炼丹，有了丹药加持，才能修为猛进，才有和赵虎抗衡的底气。来者是客，随意看看吧。柜台后面盘坐着一名鹤发老者，身穿宗门的青衫，看似仙气飘飘。好，我点头应了一声，继续在货架间寻觅。我看到了许多丹方明码标价，只不过大多都不是我如今能买得起的，动辄上百灵石。我顿时驻足不前，停留在一个丹方前，它的标价竟然只有3枚灵石。找到了，我心里惊喜，抬眼细看，这货架上的丹方果然残缺了一半，似乎被撕毁过。我寻找的也正是这种破损废弃的丹方，这废弃缺失的丹方价值3枚灵石。好，我再找找炼丹的材料。掌柜只是抬眼瞥了我一下，就不再理会。我付了灵石，收起这个名叫淬体丹的废弃丹方，又买了一些炼制丹药的材料，转身离开。我有自知之明，如今的我终究还是底层，或许比外围棚子的散修好一点点，但修为终究太低，还没有资格让宗门的修士多看一眼。但我也不气馁，暗自想着，有朝一日渡过难关后，总有那么一天，有了丹方，有了丹炉，有了炼丹材料，我也能炼丹了。心里激荡，暗自雀跃。然而在回到烟雨楼门前时，对面的面铺里赫然有人喊住了我：陈哥，真巧，我们又见面了，不知可否赏脸过来一坐？一句熟悉的声音让我脸色一沉，顿住了脚步，转头看去，可不就是赵阳。他坐在面铺的棚子下，举着茶杯对我示意。看他那模样，显然已经等待多时了。我心里极其不情愿，但想到赵阳终究能拿捏我的行踪，是个不确定因素，正好我已经动了杀心，那就会一会他吧。于是转身走了过去。陈哥了得，你可真是了得。赵阳起身走来，一副熟络的模样。我许久没有与你们这些旧友联系，想不到当初不起眼的你，竟然也能住进烟雨楼，还能和女掌柜相处融洽。他伸手想要搭我的肩膀，我连忙厌恶地躲开。有什么事直说，没事的话我可回去了。还真有一事，修仙界不就是为了赚取灵石吗？陈哥，我见你认识烟雨楼的女掌柜，你也知道兄弟我是干啥的。他顿了顿，笑容里带着几分威胁。你的事情我可以只字不提，但是你得帮我牵线，介绍我给烟雨楼的女掌柜认识，你看如何？言下之意就是想要攀上女掌柜，做她的牛郎。我清楚，如果不同意，恐怕赵阳会将自己的行踪和秘密说出去。听闻这方式的牛郎灵石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一些女修士还会将狗链子套在他们脖子上牵着走，百般凌辱，他们也能隐忍，真是让人不齿。我心里痛骂赵阳，如果真帮了他，自己岂不是成了拉皮条的？但我也没有急着拒绝，含糊不清地说道：我考虑一下吧，没什么事，我回去了。陈哥，你还要考虑？赵阳眼中闪过不悦，随即用笑容掩盖，终究是旧友，既然相逢，我得请客，就在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家铺子，你看如何？否则我恐怕要去灵里铺一趟了。好，我咬着后槽牙应下。赵阳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阴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强忍着不适，没有躲开，只听他嬉笑道：这才对嘛，都是旧友，何必要闹得难看？今晚亥时，外围老酒馆，我在那儿等你，可别迟到。看着他摇着折扇离去的背影，我眼底的寒意彻底褪去伪装。
亥时的外围棚区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夜色一沉，连巡逻的修士都懒得踏足，他选在那里，分明是想置我于死地。想来他不仅猜到苏妹、王赖子和李麻子的死与我有关，还觊觎我身上的机缘，妄图杀人夺宝。回到烟雨楼的房间，我立刻关紧门窗，从储物袋里翻出那张一阶上品隐身符，符纸通体银白，隐隐泛着微光，指尖抚过，能感受到浓郁的灵力波动。这是李麻子储物袋里最珍贵的宝贝，原本打算留到危急时刻保命，如今看来正好用在赵阳身上。我又检查了一遍庚金剑诀和御剑术，指尖掐诀，飞剑瞬间嗡鸣着飞出，剑光在昏暗的房间里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稳稳落在掌心。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我对飞剑的操控愈发熟练，10丈之内可精准取人首级。更何况有隐身符加持，我便是暗夜里的索命鬼魅。亥时一到，我催动易容术，换了一身便于行动的黑衣，将隐身符贴在胸口，灵力轻轻注入，瞬间我的身形便如同被浓雾笼罩，气息身影尽数隐匿，哪怕近在咫尺也难以察觉。我悄无声息地走出烟雨楼，朝着老酒馆而去。夜色如墨，晚风带着杂草和泥腥味，吹得棚子的破布簌簌作响。外围的棚区一片昏暗，只有零星几盏烛光摇曳。老酒馆就坐落在棚区的最边缘，门前的9字白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我放缓脚步，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绕到酒馆后方。果然，草丛里隐约有几道身影潜伏，气息压抑，显然是赵阳找来的帮手。我眯起眼睛，用神念探查，一共4人，都是炼气3层左右的修为，比赵阳还弱，想来是他从底层散修里找来的亡命之徒。赵阳正坐在酒馆门前的石凳上，手里把玩着一把匕首，眼神阴鸷地盯着路口，嘴里低声咒骂。那小子能在半个月内种出几百株灵植，还能住进烟雨楼，身上定然有大机缘。等杀了他，把他杀人夺宝的秘密公之于众，我再去攀附烟雨楼的女掌柜。听着他的话，我心中的杀意愈发浓烈。他不仅想杀我夺宝，破坏我的名声，还想利用我攀附楚英，这般贪婪无耻之徒，留着必成大患。我缓缓抽出飞剑，神念一动，飞剑便化作一道无声的寒光，朝着草丛里的潜伏者飞去。第一个潜伏者正低头擦拭兵器，丝毫没有察觉危险降临，飞剑瞬间刺穿他的后心，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软软倒在草丛里，气息瞬间断绝。紧接着，我操控飞剑辗转腾挪，剑光如影随形，每一次刺出都精准命中一名潜伏者的要害。不过瞬息之间，4名潜伏者便全部毙命，尸体倒在草丛里，没有发出半点动静。赵阳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猛地站起身，警惕地环顾四周，手里的匕首握得更紧。谁？出来！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眼神四处扫视，却根本看不到我的身影。他伸手摸向腰间的储物袋，想要取出灵符，却已经晚了。我身形一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指尖掐诀，飞剑悬浮在他的脖颈处。赵阳浑身一僵，能感受到脖颈处的冰凉寒意，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声音颤抖：“是你吗？”沉默。你猜的没错。我压低声音，语气冰冷：“赵阳，你不该贪心，更不该打我的主意。苏妹、王赖子、李麻子都是因为贪心丢了性命，你也一样。不要杀我！”赵阳瞬间崩溃，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我看着他卑微求饶的模样，心中没有半分怜悯。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更何况他知道我的秘密，一旦放过他，他日他必定会卷土重来。我神念一动，飞剑瞬间刺入他的脖颈，鲜血喷涌而出，溅在地上的淤泥里，发出细微的声响。我收起飞剑，将尸体拖进旁边的废弃棚子，又用灵力将血迹清理干净，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做完这一切，我催动隐身符，朝着烟雨楼的方向走去。快步回到烟雨楼，走进房间里，我赶紧锁上门，这才松了一口气，取出几个储物袋。赵阳和他找的几个帮手，他们的储物袋都落到了我手中，灵石358枚，尤其是赵阳一人就独占310枚。我撇了撇嘴，听闻牛郎挺赚钱，如今看来，起码赵阳不算太富裕，不过相比于寻常的外围棚子散修，也算是不错了。如今这些都落到了我的口袋里，只不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点灵石显然不算什么。忽然，我眼前一亮，从赵阳的储物袋里，我翻出了一件修仙材料，仔细翻找后，发现了一本秘籍——破损的洞玄经双修功法。不愧是牛郎，我脸色微红，寻常人都讳莫如深的事情，他倒是玩得这么花，竟然还藏着双修功法。我好奇地捧着秘籍翻看，虽然残缺，但其中还有插图，堪比春宫图，我不禁涨红了脸。这本秘籍是竖着被撕了半本，破得不成样子。我捧起这本功法秘籍，面板也随之跳了出来。当日剩余灵运值12点，当前可修复秘籍残次的洞玄经，可投入9点灵运值进行修复。我想了想，或许有朝一日自己也用得上，毕竟听说双修提升修为迅速，于是选择了修复。片刻后，面板变换，一行行文字显现：当日剩余灵运值3点，洞玄经已修复，等阶中品秘籍。介绍：以气引动经络，交融2极之力，使修炼者体内的灵力相互呼应，从而达成2极共济、相互增益的效果，助力修炼者提升修为境界。剩下的3点灵运值，我也顺手修复了淬体丹的丹方。转眼清明刚过不久，细雨绵绵不断，整个聚灵坊都笼罩在一片浓郁的雾气里。我一早就出了门，却没有走远。烟雨楼静雅清幽，环境优美，小桥流水，对面就有塔状的炼丹房，供客人炼丹所用。只不过炼丹需自带材料，我如今具备了丹方和材料，便打算前去尝试，看看自己能否炼制成功。来到此地，其中一座炼丹房的门被打开，顿时香气扑鼻，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女掌柜楚英。我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又恍然大悟，毕竟她也是修士，而且脸上有伤，苦言炼丹之道，想要治好脸上的伤势也是合情合理。小友这般早就起床来
炼丹吗？我来看看。姐姐丹药成了吗？今日又浪费了一炉的材料，只炼出来3枚废丹。楚英口中说是浪费，脸上却毫无心疼之色。他抬头望来，见我目光炯炯，又笑得花枝招展。小友，你这是看哪里呢？是奴家的手，还是奴家的足？没有。我脸色一红，在这风韵犹存的女掌柜面前，我显得有些拘谨，清了清嗓子，我才解释道：其实我是看到姐姐你手中的废丹，不知道你能不能卖给我，我有需要。我眉头一挑，是的，我忽然意识到，这废丹对他人来说或许一文不值，对自己而言却是好东西。此前我就是被楚英手掌中显露出来的3枚废丹吸引住了目光。当然，不可否认，楚英的手也很诱人，若不是面纱之下的面部有毁伤，女掌柜楚英这婀娜多姿的身段、肤白貌美的模样，也称得上是美人。这般年纪的妇人反而风韵犹存，增添了几分寻常年轻女子没有的风味。楚英看着我脸颊通红，更是起了挑逗之心。她笑得花枝招展，胸前微微颤动，吐气如兰的气息吹在我脸上，让我浑身一颤，不敢直视。你想要，拿去便是。她声音温柔，姐姐这本来就是增气丹的废丹，喏，快拿着。她说着，捧起我的手，亲自将3枚丹药放在我的手中。那就多谢姐姐了。我收起废丹，在听到增气丹3个字的时候，心里猛然震动。增气丹可是一阶上品丹药，是炼气初期突破的最佳选择。念及此处，我呼吸都急促了几分。姐姐，半个月后我给你看看伤势，我有80%把握能够治好。拿人手短，而且危机迫近，我心里急切，是时候拿下这份人情了。于是我一脸认真的许下约定，约好半个月后，主要是因为我如今的灵运值还没有恢复，需要些时日。这一番话还有更长远的考虑，我如今的处境堪忧，真要在这期间被赵虎找到，看在这份诺言的份上，相信楚英也不会坐视不理。说真的，你能治好奴家的伤势？楚英原本还在挑逗我，此前我说见过修复伤势的方法，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如今我言之凿凿的说能治好他，饶是他经历丰富，也不由得心动起来。你要是治好奴家的脸，奴家一定给你补偿。这次楚英竟然脸颊通红，红到了耳根，眼中泛起两汪春水。我半个月后再来寻姐姐，我不敢再逗留，这女掌柜身上的香味总让我想入非非。我转头回到自家房里，盘膝打坐，五心朝天，过了许久才稳住心神，翻手之间取出洞玄经，有事没事翻看一下，或许真的用得上。我忽然长出一口气，无论如何也算是和楚英拉上了人情关系，心里的急迫感有所缓解。对了，增气丹，我摊开手掌，掌心正是楚英给我的废丹，虽然是废丹，却也是一阶上品丹药的材料，散发着浓郁的灵草味道。面板跳了出来，只不过我如今的灵运值还没有恢复，还需要再等待一些时日。如此这般，我在烟雨楼深居简出。半个月过去后，我再次取出废丹，面板显示当日剩余灵运值18点，当前可修复物品废弃的增气丹3枚，可投入6点灵运值进行修复。1枚废丹需要2点灵运值，我没有过多考虑，早已经等待多时了。没过多久，我只觉得掌心一热，3枚废丹顿时变得通体晶莹，其内更是流光四溢。面板再次变换，当日剩余灵运值12点，增气丹已修复，等阶1阶上品，品质无瑕。介绍：由灵植精华凝炼而成，拥有补气冲击炼气初期境界的功效。由于品质极高，初次服用后能增加3年寿命，无瑕品质。真的假的？看着眼前这3枚晶莹剔透的丹药，我心里一阵惊喜万分。我知道丹药的品质最低是废丹，最高就是无瑕。我压制住心里的激动，因为我心心念念的突破终于要来了。我毫不犹豫地吞服了1枚，盘膝打坐，五心朝天，运气炼化丹药，丹田中灵气沸腾，1枚丹药蕴含的灵力超出了我的想象。随着一声轻哼，我嘴巴微张，丹田啵的一声轻响，赫然突破到了炼气3层。我猛然睁眼，一股充沛的灵力游走在体内，浑身舒爽无比。还有2枚丹药，我打算先稳固修为，之后再用来冲击突破。如此这般，想必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突破3个层次，一举达到炼气5层。届时再遇到赵虎，便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了。这哪里是3枚废丹，简直是能让我提升3层境界的宝贝。我不由得想到了楚英，打心底里感激他。算了算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月了，也是时候赴约了。我当即起身，打算先出门去填饱肚子，回来就找楚英。聚灵坊的主干道上，一大早就有许多散修来往。我混在人流中找到了一家面馆，大快朵颐起来。易容术无法支撑太久，只能以真容示人，生怕被赵虎找到，因此不敢久留，匆匆吃完便往回走。回去途中，我微微侧目，只见旁边的阁楼半掩着门，这还真就是半掩门，也就是方士之中的青楼，里头的人都是些出卖肉身赚取灵食的女散修。我心里一阵激荡，或许是因为接触了楚英，心底燃起一股莫名的火苗。然而就在我驻足片刻时，半掩门中的一名女散修在门边缘探出脑袋，与我四目相对，她赫然认出了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旋即狐媚一笑：“陈哥，竟然是你，进来玩会儿吧。”我心底一沉，扭头就要走。这名女散修不是别人，正是此前我见到赵阳时所联想到的，在半掩门出卖肉体换取灵食的人。和她一起的，必定还有她的丈夫。果不其然，在半掩门的旁边，另一名身材魁梧的散修用滚圆的眼神锁定了我，也认出了我，在身后呼喊起来。我加快了脚步。这对散修夫妇和我的关系还不一般，当初我能够踏入修行之路，还是因为他们夫妇回乡。没错，我和他们其实是同乡，说到底，他们也算是我修行的引路人。那丈夫名叫梁从南，妻子名叫宁宣娇。当初夫妇2人回乡，我还只是乡下的一名寻常农家少年。因为他们回乡后和我家走得近，我又对修仙
前满心向往，便偷偷跟着他们远行。半途被发现后，夫妇二人干脆带着我来到了方氏。也是到了方氏，我才知道他们夫妇二人干的是什么营生。我对他们夫妇二人打心底里厌恶。我沉着脸，身影一晃，就消失在了半掩门门前的人流之中，让梁从南和宁宣娇夫妇二人找不到踪迹。别说我如今危机四伏，心里急切，哪怕是在杀死苏妹之前见到这对夫妇，我也会绕路走远。陈哥，你别走啊，同乡一场，进来玩玩吧，给你打个半价。身后还传来梁从南的呼喊，我心里泛起阵阵恶心。我阴沉着脸，快速回到了烟雨楼，走过玄关，前方熟悉的静雅环境里，假山流水哗然作响，对面亭子里坐着女掌柜楚英的身影。我甩了甩脑袋，把此前所见所闻的琐事抛于脑后，定了定神，抬步上前，神色认真，心里有几分紧张。小友你来了，来，坐姐姐这里。楚英见到我走来，心里也扑通乱跳，倒不是少女怀春，而是关乎脸上的伤，关乎能否脱下面纱，以真面目示人。我走上前，闻到楚英呼出的香风，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看着楚英拍了拍示意我坐下。我硬着头皮坐了过去，正欲开口，楚英却抢先打断了我。小友，我叫你弟弟吧。行，我说道。奴家能走到今日，成为这烟雨楼的掌柜，经历了多少，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呢。他的声音柔了下来，不过有一点我能够肯定，奴家这些年来都还是处子之身的。楚英的臀部很宽，腰很细，几乎占了2个人的位置，有意无意地挨近了我。说到此处，他眼神如丝寒水，默默转头看着我，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致，我的呼吸都急促了，小声说道：不是，姐姐，你说这些作甚？弟弟，姐姐是想告诉你，这都是因为脸上的伤势。楚英这才言归正传，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弟弟，我的好弟弟，只要你能够治好我脸上的伤，姐姐可以是你的人。我喉咙滚动，口干舌燥，没有回应，努力把持住，说道：姐姐，先看看你的伤势，然后就治疗。你要在这里治？楚英心里惊讶、激荡，也好奇，不知道我这是想要怎么治。那姐姐就献丑了，希望弟弟你可别嫌弃姐姐。楚英这才抬起手，缓缓解开了面纱，霎时间，一张原本就精致的脸庞映入眼帘，却偏偏在左边嘴角的下半张脸留着一片黑色的古怪伤势。我愣了一愣，并不是说这伤势很丑，而是能看得出来，倘若没有这一片黑色的伤势，楚英即使到了这个年龄，也绝对称得上是美人。姐姐得罪了。我开始抬手，无论如何也要触碰到这伤势才能修复，才能知道需要多少灵运值。楚英微微退缩了一下，又定了定神，任由我伸手，面板跳了出来。当日剩余灵运值12点，当前可修复黑单独伤势，可投入2点灵运值进行修复。还真能修复，竟然只需要2点。我看着跳出来的面板，心里一震，太好了！这么说来，楚英的这份人情自己拿定了。早知道只需要2点就能把这个难住楚英多年的伤势修复好，我早就来了。我没有犹豫，直接开始了修复。我感觉到指尖有一股温热的力量在流淌。片刻后，眼前楚英的脸上那片黑色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白皙的肌肤一寸寸显露出来，一张风韵尤为特别的脸庞完整的映入眼帘。我看得愣了愣神，我的脸怎么了？楚英娇躯一震，在我刚才触摸她脸庞的时候，她就感到了一股酥麻的感觉，冰凉舒爽。这股舒坦的感觉直击灵魂，让她几乎娇嗔出声。事实上，这黑丹毒是多年之前被奸人所害，黑水入体，汇聚于血液之中。她从未想过还有治好的一天。她伸手在脸上一通摸索，旋即想到了什么，一拍储物袋，取出一面精致的镜子。她将镜子举到眼前，顿时眼珠子瞪得溜圆。我的脸好了，好了，终于治好了。楚英激动欲狂，眼睛却湿润了起来，声音哽咽：弟弟，你不会是药王宗的弟子吧？你怎么有这本事？这是什么医术？竟然一触摸就好了？她这才回过神，猛然站起身看着我，心里剧烈震动。姐姐没事就好，这医术另有玄妙，也就是触摸一下，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什么了。我含糊其辞，没有明说，触摸就行了，会不会还不够？楚英整个人都像是做梦一般，生怕这梦醒过来，生怕脸上的黑丹毒又重新浮现。她忽然看着我，定定地望着我，抿着嘴唇说道：弟弟，我可是说过要好好补偿你，报答你的。况且也许只是触摸一下还不够，奴家还怕伤势反复，不如我们进去你的上房里，你再给奴家好好诊治一番，好不好？可以去，我再观察观察伤势。我起初还以为他只是担心伤势反复，可回过神来，为时已晚。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答应了。我见到这满脸红晕、娇娇欲滴、抿着嘴唇的楚英，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刚想解释，却被他一把拉起了手，往我的房间跑去。啪嗒一声，门关上了。我想要解释的话到了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我毕竟年轻，面对这般模样的楚英，终究是把持不住了。如此这般，一天一夜过去。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和楚英走进房间的时刻，好巧不巧，烟雨楼转角处正好进来了一个人。见到了这一幕，惊讶的眼睛瞪得溜圆。若是见到他，我一定认得，可不就是不久前在半掩门见到的同乡梁从南的妻子宁宣娇。她正被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修士搂着，那中年修士一身酒味，搂着她的纤细小腰，走进了烟雨楼的另一间房屋。那不是陈默吗？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也在这烟雨楼当牛郎？宁宣娇心里暗自猜测，媚眼如丝的脸上满是疑惑。啪的一声，她被中年修士拍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娇嗔一句：讨厌。转眼一天一夜过去，太阳高挂，万里无云。床榻上的我悠悠醒来，揉了揉眼睛，坐起身，还没站稳，忽然双腿一软，浑身乏累，好像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一般。我又坐回床榻，双眼一瞪，昨天的一切瞬间浮现脑海，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这是做了什么？我下意识的一掏，摸出了那本修复好的双修功法洞玄经，我竟然已经练到了第2层。此刻我体内一片燥热，充沛到极致的灵力在丹田内几乎要溢出来。我稳固心神，内视丹田，顿时瞪大了眼睛。卧槽，炼气第4层，我昨晚突破的。我惊讶的几乎跳起来。别忘了，我从炼气第2层突破到第3层，还是借用了增气丹的充沛灵力，并且刚突破没多久，这就又突破了。我旋即看了看手中的洞玄经，又想起了楚英的修为。
为竟然是筑基期，一夜双修，突破一个炼气初期的小境界，也就合情合理了。或许这就是初尝禁果，效果这么好。姐姐人呢？我喃喃自语，随即四处看了看，楚英已经不在房间里，应当是一早就走了。床上只剩下一滩血迹，看来楚英没有骗人，这么多年她真的是守身如玉。我扶着头，一阵哭笑不得，这都什么跟什么？我的目光扫过床榻边，看到了一个绣着精致荷花的储物袋，这是楚英留给我的，昨晚的不算补偿，这才是。我一脸期待又惊喜地拿过储物袋，心里满是欢喜。虽然我治疗楚英主要是为了得到烟雨楼的人情，应付赵虎的威胁，但一个筑基期强者给的报酬必定不简单，说不心动是假的。打开储物袋，我深吸一口气，脸上满是震惊，这也太富裕了吧！里面的灵石少说也有2000枚，除此之外还有灵符、3张隐身符、金刚符、大力符，这些都是给我的，算是医药费。那昨晚的算什么？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忽然想起了赵阳，心里一阵脸红。要不是赵阳的洞玄经，楚英也不会这么满足，送出这么多好东西。我昏沉沉的脑袋总算是想起了所有细节，脸色一红，随即又变得飘飘然，咕噜咕噜，肚子发出响声。我这才想起自己一晚上消耗巨大，早就饿扁了。我洗漱一番便起身出门，心里盘算着出门后就用易容术，无论什么时候保持警惕都没错。然而还没出门就被人高声呼喊：沉默！我昨天见到的果然是你，你怎么在这儿？我一抬头就见到玄关旁的身影，他身穿单薄的薄衫，领口极低，能隐约看到肚兜，妆容浓艳，眼神里透着一股妩媚劲儿。他长相本不错，可身上总萦绕着一股风尘气，那是在半眼门多年养成的气质。他眨了眨眼睛走上前来，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发笑，压低声音说道：我要不是昨天陪客人来这烟雨楼，还不知道你竟然也住在这里，而且你不仅当了牛郎，还傍上了楚掌柜，真是好本事。我一愣，旋即怒火上涌，正要发火，宁轩娇连忙陪笑道：你也不小了，也体会到了修仙的不易，这没什么可害羞的。走吧，你梁叔就在门外等着我们，许久不见，又是同乡，我们请客，以后你要是想我们了，别忘了来半眼门光顾我。我又气又无奈，想不到昨天和楚英的事竟被他撞见，还生出了这般误会，想要澄清却又有口难辩。沉默，真的是你，走，叔带你去吃点好吃的。这时身材魁梧的梁从南听到声音，转过玄关找了过来。这对夫妇对我还算不错，抛开他们那套脱离世俗的观念，非要让我光顾宁轩交生意，这点不说，他们还念着同乡情。打住，我还有事。我急于脱身，转身就要走，眼底闪过一抹冷光，只希望他们别打我的主意。沉默，你可是我们带出来的呢。梁从南面露难色，耐心劝说道：你别介怀，一定是嫌弃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可是你还不知道，当初我刚来聚灵坊的时候也一样，不能接受。我得知那灵米铺的掌柜开米铺之前和他妻子也是在半眼门靠赚灵石起家的，如今你看他都筑基期了，从南叔我以后也要在这聚灵坊开米铺。我脸色缓了缓，以前是不理解不尊重，如今想来毕竟是同乡，人各有志，又看在他们是真心对我不错的份上，不理解或许可以尊重，但也绝不会和他们走同一条路，更何况自己还要面对赵虎的危机。如今看来这夫妇估计还不知道我的嫌疑。除此之外，我听到灵米铺掌柜竟是从半眼门发家，微微惊讶，诚然他们也认得灵米铺掌柜。事实上当初我刚来方氏，能在灵米铺当小工就是梁从南介绍的。听到筑基期的修为，我心底又一沉，这灵米铺掌柜李怀仁是筑基期，李麻子如果和他有亲戚关系，李麻子的死真要算到我头上。一念至此，我原本消散许多的戾气猛地翻涌上来。我认真叮嘱道：从南叔，你们记住，别提及见过我，尤其是别让灵米铺掌柜知道我在这，更别跟他提我，否则会出大事。言尽于此，告辞。我转身就走，加快脚步，转瞬间便消失在烟雨楼门前主干道的人群里。只不过我没有走远，脚步一错便躲进了一处巷子，眉头深皱起来。关乎身家性命，不得不小心谨慎。既然行踪已被得知，那就不得不防。我手指一点储物袋，一张黄澄澄的符纸赫然掐在指尖，正是隐身符。我也不心疼，为了确定不会有后患，还是用了灵符。隐身后，我跟在梁从南和宁轩娇离开的方向。本是同乡，我不想下手，可很快就发现他们身前不远的主干道岔路口出现了一名身穿锦衣、面带笑容、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男子，唤住了梁从南，正是灵米铺掌柜李怀仁。我顿时汗毛倒竖，一股强盛的危机从脚底直冲脑门。这可是筑基期，而且和李麻子一样都姓李。李麻子的储物袋颇为富裕，他完全有理由和李麻子有亲戚关系。我头皮发麻，这可是筑基期，真要发现自己，真要找上门寻仇，自己和他照面等同于找死。我转念决定，隐身在角落的阁楼屋角悄悄偷听，心里急切默念：千万别提起我。我为梁从南夫妇揪着心。夫妇二人见到李怀仁，自然热情招呼。期间李怀仁皮笑肉不笑，眼神时而闪过冷光。我早已看明白，梁从南和宁轩娇真没有害我的心，但他们还是提及了我。李掌柜的，你也算对我们夫妇有恩，我也是走你的老路，听了你的开解，才送我妻子去半眼门的。对了，刚才我们还见到了沉默这小子，有空我们带他来拜见探望。梁从南随口说道，腰间随即传来妻子宁轩娇扭掐的提醒。他想到我的叮嘱，便没有再多说。正是这无心之失，让我的心都揪了起来。你说沉默他在哪里？李怀仁笑眯着眼睛问道。这轻描淡写的疑问，当事人或许没发觉，我隐身聆听，却感到了深深的寒意。看来这灵米铺掌柜果然是想为李麻子报仇，要杀了我。我心跳加速，知道想听的都听到了，不宜久留，当即就要走。然而刚转身没多久，身后传来细微的灵力波动。我回头一看，瞳孔骤然收缩，只见此前梁从南和宁轩娇所在的位置，赫然只剩下2滩血水。从南叔，我心底大惊，更加不敢停留。即使这隐身符是一阶上品灵符，我还是感到了强烈的危机。虽然同乡惨死眼前，心里难免有感慨，但我很快便恢复冷静。此前已经给过忠告，他们还是提及了我，只能怪言多有事。一个赵虎，一个李怀仁，让我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我总算回到烟雨楼，关紧
紧门窗，这才摸了摸额头细密的冷汗。得罪了李怀仁这般筑基期的狠人，说不紧张那是假的。细雨淅淅沥沥落在窗外的屋檐上，我深居简出，又过去了半个月，又是赶集的日子了。下去瞧瞧。我掐着手指，灵力涌动，施展易容术，面貌赫然发生变化，斗笠一戴，改头换面。方氏地面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那是方氏散修的各类坐骑踩过留下的脚印。我心想，或许什么时候也找个灵宠坐骑，方便出行。目光扫过方氏两旁，依旧有不少摆摊的散修，白布铺展开，上面摆放着灵符、丹药、傀儡，摊主吆喝着叫卖声。我嗅了嗅鼻子，修仙材料大多有独特的气味，有清香也有臭味。忽然，我的眼神一动，看到了一个摊位，上面摆着一些制作傀儡的材料。摊位前坐着一名女子，她也不吆喝，安静的盘坐，身穿白衣，气质出尘。我想起自己的储物袋里还有一节炼制傀儡的深红木头，经了解得知，那是炼制一阶上品傀儡的材料，沉香红木。或许可以看看有没有炼制傀儡的法门。女子的摊位上就恰巧有一本制作傀儡的手抄本，只不过被水浸泡过，许多字都已经模糊。这位公子，你可是看中了这本傀儡手抄？女子淡淡开口，这其中记载了一些上品傀儡的炼制方法，只不过被水浸泡过，字迹已经模糊了。我面露惋惜，心里却一阵惊喜，看来又要赚大发了。多少灵石？一枚灵石不便宜点，我不讲价。女子神情坚定，丝毫不让步。我故作犹豫，实则早已打定主意，毕竟我能修复，就算以一枚灵石的价格买下，也还是赚了。我微微点头，又看了看摊位里还有不少炼制傀儡的材料，想了想也都买了些，就当做混淆视听了。公子，你也深谙傀儡炼制？女子看到我买下许多材料，有些诧异，主动问道。实不相瞒，我有一傀儡损坏，想要找人修复，你若是精通傀儡炼制，可否帮忙？我心中一动，修复我自然能做到，不过是消耗灵运值罢了。但我不能将话说满，只淡淡道：你说的对，我确实深谙此道，不过我当下没有时间，告辞。那太可惜了。女子面露遗憾，又道：公子，你要是愿意，可否卖些傀儡给我？傀儡稀缺，灵宝阁也缺货，我短时间内需要傀儡。再说吧。我身形一晃，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女子面露失望，她轻叹一声，低声自语：可惜我遭遇宗门仇敌，傀儡受损，实力十不存一，回去必然遭到劫杀。重新炼制傀儡又需要时间，还以为找到了会炼制傀儡的散修帮忙。他也知道散修谨慎，无法轻易强求他人，只能继续蛰伏。此刻我回到烟雨楼，却眉头一皱，我的门前竟矗立着一名女散修。此女子面容妩媚，浓妆艳抹，身着暴露，眼神带着挑逗。我见过她2次，知道她也住在烟雨楼，向来避而远之。我深知聚灵坊的现实，更知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女散修能从外围的棚子住进内围，必定不简单，也不知道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位公子，我见过你好几次了，你就住在这边吧。奴家有些口渴了，方不方便让奴家进去蹭口水喝？女子娇声说道。抱歉，不太方便。我冷冷说道，直接从她身旁走过。浓郁的体香扑鼻，我却毫无波澜，这感觉和面对楚英截然不同。楚英是烟雨楼掌柜，底子明明白白，此女来路不明，若是色迷心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正好得到了傀儡手抄本，还买了材料，我想要回去试试修复手抄，研究傀儡一道，哪有兴趣理会这个散修？我走远后，女散修顿时顿住脚步，气鼓鼓的离开了。果然，我回到烟雨楼的房屋，刚推开门，隔壁就传来一男一女的对话声。通过对话，我也得知了，女散修名叫蔡珊，男子名叫蔡光，这2人是兄妹，他们年纪都不算大，所行之事正是仙人跳。妹妹将方氏散修勾搭进屋子，当哥哥的在关键时刻出现，抓奸在床，以此要挟索取钱财。我此时一脸谨慎地躲在屋子里，正拿出刚刚在赶集时捡漏而来的傀儡手抄本，看了看如今所积累的灵运值，毫不犹豫地开始修复。当日剩余灵运值28点，当前可修复残次的傀儡手抄本，可投入1点灵运值进行修复。我微微惊讶，竟然只需要1点，这也太少了。片刻后，面板上微微变换了一下，与此同时，这本被水浸泡过的手抄本，那些模糊的字样肉眼可见的变得清晰。当日剩余灵运值27点，傀儡手抄本已修复。等阶上品心得，包含1阶下品、中品、上品多重傀儡炼制心得，真是捡到宝了。这心得里竟然记载着这么多的傀儡炼制方法，我说不兴奋是假的。事实上，我攒了这么久的灵运值还有一个用处。紧接着我一拍储物袋，一个龟壳模样的法器赫然出现在手中。修仙斗法可不仅仅只有杀法，还要有防御，哪怕是筑基期修士，没有防御法器也不行。我哪怕是学了御剑术，也心心念念着什么时候修复一件防御性的法器。捧着这件法器的时候，眼中的面板也赫然跳了出来。当前可修复法器损坏的龟纹盾牌，可投入18点灵运值进行修复。没错，这正是我当初购买更金剑诀的时候，同时购买到的破损法器龟纹盾牌。别说是当时了，哪怕是现在，这18点的灵运值也绝对称得上是不少。以此看来，这法器的品阶不会低，一看就是防御性的法器。修复中，当日剩余灵运值9点，龟纹盾牌已修复。等阶2阶下品，土系防御类法器。介绍：灵力炼制，关键时刻释放出土属性灵力，汇聚成为厚重的龟纹盾牌，可抵挡筑基初期的普通一击。太好了！我两眼放光，惊喜地站了起来，恨不得大笑3声。其实法器的品阶和修仙境界息息相关，1阶上品法器对应的就是炼气后期，2阶的法器已经是对应筑基期了。我旋即想到所面临的危机，除了赵虎，还有灵里铺掌柜李怀仁，他可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此前亲眼目睹了筑基期修士的强大。想到当时的感受，我心里一沉，不行，这点准备还远远不够。一个赵虎就让自己如临大敌，何况还是一个筑基期修士，每当想起就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先试试制作些傀儡。我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如今的处境，我深居简出，一时平静，却不知道危机距离自己有多近。赵虎必然已经在寻找我，李怀仁因为李麻子的死，恐怕也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他们此刻说不定正在四处
处搜寻我的踪迹。倘若能够炼制一个合适的傀儡，便能够让傀儡出去打探消息，充当眼线，知己知彼方能安心。于是我翻开傀儡手抄本，很快就找到了几个以当下材料能够炼制的傀儡。傀儡雀一阶下品傀儡，所需要的材料不多，正好已经购买好，能够当即就开始炼制。我埋头制作，不得不说，这手抄本真是个宝贝，对于炼制傀儡的方法记录得无比详细。然而半天过后，我看着眼前这个歪头歪嘴的傀儡麻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毕竟是第一次炼制，我有心理准备会失败，却也没想过失败的如此彻底。问题不大，我有灵韵值，并且仅只用了2点就修复成功。眼前这近乎抽象的傀儡麻雀赫然发生了变化，变得栩栩如生，竟然只需要2点，性价比不错。我惊喜地看了看面板中的傀儡麻雀介绍，等阶一阶下品傀儡麻雀介绍：灵珠做眼，五脏俱全，灵力驱动能飞行，可活动在100丈范围之内，窥探地面。咔咔咔，能飞！我当即就以灵力驱动，这傀儡麻雀还真扇动了翅膀，飞了起来。起初还有些僵硬，片刻后就已经以假乱真。寻常人不留意的话，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傀儡。100丈的活动范围也不小，正好能够用来窥探消息。我当即让傀儡麻雀飞出窗外，闭眸以神念操控，借傀儡的眼睛观察着下方。不错，那女子竟然还在摆摊。她似乎说过，我要是制作出傀儡可以卖给她，材料还足够制作几个，去看看能赚多少利润。我兴奋地沉浸在赚取灵石的念头里。如今我也算是掌握了许多仙艺、炼丹、制符、种灵值，还有如今的傀儡炼制。关键是不会亏损，哪怕炼制失败了，也能够用灵韵值修复。这让我对于自己的将来有着巨大的信心。当然，前提是能够度过眼前的危机，活着成长起来。紧接着，我继续捣鼓着傀儡，再次炼制出2个攻击型的傀儡，分别是傀儡刀手、傀儡弓箭手，还都是一阶中品。这品阶已经不低，我要不是有了御剑术，还真想都留下。可惜一阶中品傀儡对付不了筑基期修士，不如卖了换取灵石。转眼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方是灯火通明，一间间店铺挂起了灯笼照明，主干道上仍然车水马龙。一道头戴斗笠的身影赫然来到了其中一个散修摆摊前，正是我。我拍了拍储物袋，取出了这2个攻击型的傀儡，让他们矗立在自己左右两侧。女子见状，瞬间惊讶地站了起来。她此时不顾形象地惊讶道：“你竟然能够制作一阶中品傀儡，还是攻击型的，并且在1天之内就制作完成，还是无瑕的品质。”我没有说话，心里却十分雀跃。我忽略了时间，也不知道傀儡师制作一具傀儡所需要的时间。我只是借着灵韵值将失败的破损品修复好，身上仅剩的9点灵韵值也都用完了。如今看来，这么短时间内制作出2具1阶中品傀儡，确实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女子努力掩盖心里的震动，旋即回过神来说道：“是我失态了。1阶中品傀儡价格一般都是80枚灵石一具，这2具我都要了，给你200枚灵石，并且我还需要更多傀儡，你能不能再给我制作一些？灵石不是问题。”我心里无比惊讶，对于此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本就摸不着头脑，索性抛于脑后。此地毕竟是方士赶集，人多眼杂，并不方便多做停留。交易过后，女子收摊准备离开，我赚到了200枚灵石，心里甭提多兴奋了。认识一下，我叫何玉，我姓陈，你叫我陈道友就行。2人来到了主干道旁边的一处面铺，何玉打量着我，我戴着斗笠，遮得严严实实，连真实姓名都没有轻易示人。他顿时知道这是一个心性谨慎之辈，也没有深究。何玉缓缓说道：“实不相瞒，我是傀儡宗的外门弟子，奈何我的傀儡炼制成功率太低，并且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偏偏我又遭到了宗门敌人的截杀，不能贸然回去。我所持有的傀儡也大多都已经破损，傀儡并没有丹药和灵符那么广泛，这具灵方的灵宝阁里也没有多少傀儡售卖，所以我急需大量傀儡。傀儡宗，我顿时就坐直了身体。我是听说过傀儡宗的，那是6大修仙宗门之一，和药王宗等等实力相当，宗门之间并不太平，形同水火。即便如此，能够成为宗门弟子，都是方士散修羡慕至极的存在。别说是宗门弟子，我原本只是方士底层外围的散修，哪怕是内围的许多炼气后期散修，都不是我能够招惹的。想不到自己竟然接触到了宗门弟子，难怪对方出手这么阔绰。我也听明白了，这名为何玉的女修士，必然是经历了一番恶斗，她所有的手段都是傀儡，却在恶斗中尽数损坏。原来如此，我点头，已然懂了。只不过我算了算时间，自己施展的易容术3炷香的时效快要过了，此事也需谨慎，不能急着夸下海口。我有事要先走，你需要傀儡，其实我可以帮你修好破损的傀儡，但需要准备一些时间，你先想想价钱，过2日我再来找你。那好，我最近都藏身这方士，不会离开。何玉想了想，也生怕错失这个机会，连忙应道。他抿了抿嘴唇，鼓起勇气说道：“陈道友，此事关乎我的性命，颇为重要。如果你帮了我愿意和你彻夜钻研傀儡之术。那就好，我会来找你。”我说罢，起身便走。我心里也有些惋惜，这么一个赚取灵石的好机会，本该好好把握。其实主要还是灵韵值不够了，需要再积累一些时间，1天1点，少说也要半个月才能攒够修复破损傀儡所需的点数。我心里还有着更多的考虑。既然何玉是宗门弟子，那么我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也能够加入宗门？届时什么李怀仁，什么赵虎，我还怕他们作甚？可惜没那么简单。宗门招收弟子，少说3年一次，有些甚至10年一次，不能寄望于此。不过或许可以好好结识一下宗门弟子。当下这何玉就是个结识的机会。我快速回到了烟雨楼，然而刚关上门，我就脸色一沉。诚然，我不仅谨慎地用了易容术，并且我的傀儡麻雀还留着没有卖掉。在我出门的时候，一直都以灵力操控着傀儡麻雀，盘旋在4周100丈距离之内，为的就是图个安心。未曾想，傀儡还真发现了异常，有人跟踪我。我借助傀儡麻雀的眼睛，以神念看到了傀儡的视角，2道身影尾随在我身后，甚至跟到了我所在的烟雨楼房间外不远处。不是别人，正是蔡山和蔡光。傀儡麻雀缓缓落在屋檐上，兄妹2人的对话清晰地传了过来：“哥，就是此人，错不了。虽然上次我见到他不是这模样，但他进的是同一个屋子，所以他
他应该是施展了某种改头换面的法术，他应该得罪过人，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蔡山盯着我房屋的方向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小觑。哼哼，这小白脸能住进烟雨楼，说明他的储物袋里一定有很多零食。妹妹，辛苦你了，你牺牲一下色相，哪怕让那小子尝尝鲜也在所不辞，一定要把他给讹了。哥哥蔡光阴恻恻地笑道，哥，我辛苦啥？这小白脸挺俊的，我也不吃亏。蔡山笑了笑，听着二人的对话，我冷笑一声，彻底动了杀心。千不该万不该，他们竟然招惹到了我头上，等着吧。这时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我深吸一口气，收起了杀意。傀儡麻雀飞回屋内，我也透过门缝看到了门外的人是楚英。吱呀一声，门被打开，顿时香风扑鼻。楚英没有戴面纱，此时他的脸上没有了丝毫伤势，妇人的年纪不仅没有让他的魅力减少半分，反而更添了几分成熟风韵，让人忍不住想要紧紧把握。他身穿一身白色纱衣，走进屋子里，反手关上了门，眼神拉丝，紧紧盯着我。我的好弟弟，多亏了你，姐姐的脸可算是好了，我欠你的可还没有还清呢。说罢，他柔软的手已经挽住了我的脖子，我顿时脸红心跳，也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2个时辰过后，楚英满足地下了床，我还坐在床榻上愣神，楚英却注意到了窗外飞回来的麻雀傀儡。好弟弟，你竟然还会炼制傀儡，这傀儡麻雀是你制作的吧？我略懂一二，是昨天制作好的。楚英心情大好，将傀儡麻雀捧在手心，忽然想到了什么，一拍储物袋，诺，给你，这是我以前得到过的一本2阶傀儡术，能够炼制一种2阶傀儡，你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说罢，他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本手抄本，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一看，眼睛瞬间亮了，竟然能够炼制2阶傀儡黑虎。我兴奋地翻了翻，发现这傀儡还能够用作坐骑，自己正想着什么时候找只灵宠当坐骑，这本傀儡术来的正是时候，那就多谢姐姐了。这傀儡术实在贵重，恐怕几百灵石都买不到。弟弟说的哪里话，姐姐怎么可能亏待你？楚英笑道，姐姐还有事要走了，你好好修炼，说不准有朝一日，姐姐还需要求到你的头上呢。说罢，他搂着我的脖子亲昵了一番，这才转身离开。我翻看着楚英给的傀儡术手抄本，心里清楚，即便只需要制作出破损失败品，再用灵韵值修好，炼制2阶傀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哪怕有手抄本，也需要研究许久，过程颇为繁琐。正好我也需要积累灵韵值，于是便埋头研究，深居简出。今日万里无云，我算了算时间，灵韵值又恢复到了20点。期间我出去过一次，看到何玉还在方氏摆摊，看来是时候出去一趟了。有些碍眼的家伙也该处理一下了。至于赵虎和李怀仁，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些日子里，傀儡麻雀充当眼线，还真见到过他们几次。尤其是赵虎，依旧是那副恶霸蛮横的模样，骂骂咧咧的四处寻找我，扬言只要找到我，就将我挫骨扬灰。最让我心里压抑的，还是筑基期的灵米铺掌柜李怀仁。此人也经常在烟雨楼附近出没，也在寻找我。说到底还是欺负我没实力，但我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我最近一直被危机压抑着，本就满心恼火，何况还发现蔡山兄妹2人一直惦记着我。我也谨慎观察过，蔡光的修为只有炼气5层，蔡山更是只有炼气4层。如今的自己早已今非昔比，根本不必怕他们。我压了压头上的斗笠，转身出门而去。果然，刚出门不远，还没走出烟雨楼的玄关，就撞到了蔡山。这位公子，又是你，我们又见面了，挺有缘的呢。蔡山有着一张瓜子脸，皮肤细腻，五官精致，只是浓妆艳抹增添了几分风尘味，这自然是他有意为之，就是想让人觉得他可以随意染指。他带着甜蜜的笑容走上前来，有意搭讪，是挺有缘的，姑娘也住在这里。蔡山听到我理会自己，心里暗道一声有戏，于是更加热情，有意无意之间拉近2人的距离。我却也配合，表面看似和善，心里却在冷笑。公子休闲寂寞，不如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蔡山，今晚我们一起逛方氏，不知可好？甚好，晚上我在此等你。我一副受宠若惊的惊喜模样，一口答应下来，又和蔡山闲聊了几句，这才转身出了烟雨楼。刚走出烟雨楼，我身影一错，躲在了一处角落。傀儡麻雀早已飞了出去，借着傀儡的视角窥探，我很快就脸色一沉。只见蔡山兴奋地转身出门，去往方氏的一家茶楼，那里不仅有他的哥哥蔡光，还有赵虎。想不到这仙人跳不仅仅是蔡山兄妹2人，赵虎竟然也在其中。也是了，赵虎本就是方氏恶霸，无论是神态还是作风，都和蔡光一样凶神恶煞，也算是物以类聚了。我沉思良久，吐出一口气，反而有了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决心除去蔡山、蔡光兄妹，既然赵虎也在其中，那正好该做个了断了。事实上，我这段日子一直睡不好，心里时刻急迫的想要提升实力，就是为了能早日摆脱这些危机，不再任人欺凌。如今机会来了。